男人万万没想到，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盖卡克细觑眉，我非常欣赏你，我以骑士团团长的身份欢迎您的加入。最近有一位领主迅速崭露头角，然而他的所有成就都归功于一支由各种族女性组成的秘密队伍，以及带领他们的一位天才魔导士。这里是我的领土，我的花园，而我是一位伯爵。盖卡克，你认为伯爵是怎样的存在？生来高贵，始终受人尊敬的存在。说得好，我确实很伟大。既然你这般卑微，本大人便赏你一份差事吧。我要你剿灭从骑士团叛逃的精英精灵阿维奥尔。根据骑士团的情报，那家伙如今正在我领地内的山中落草为寇，当了山贼头目。按理说，从骑士团叛逃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骑士团拥有悠久的历史与至高的荣耀，成为其中一员对任何种族而言都是无上的殊荣。为什么会被山贼这种东西？简直无法理解。伯爵大人，请您息怒，我会立刻将他清除的。另外，不用说也知道吧，一个曾经的骑士成为了山贼头目，并且还对周边造成了危害，这无疑是一桩丑闻。而盖卡克作为影子，就是负责消除这些不利的事实。当盖卡克心满意足地掂量着手中的金币时，出门却遇到2个士兵经过。你知道吗？在咱们领地里作乱的山贼好像是由精灵带头的，他可厉害了，听说是前骑士。前骑士，这也太糟糕了吧！能成为骑士的只有各个种族的顶尖精英，每个人都有一骑当千的实力。如果真是这样，肯定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吧。听到这些话的盖卡克则笑着说，别人或许会这样，但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牺牲。数日后，一辆马车被山贼们团团围住，从马车上滚下来，饶你不死！带头的山贼大喝道，车夫却诡异地笑了，上钩了呢。接下来该你们出场了。一个接一个毛茸茸的巨人从车上跳了下来，领头的男人瞬间明白他们完全不是这些怪物的对手，便大喊着让大家快逃。巨人们则不停挥舞着大棒，将来不及逃走的山贼击飞。我们没有胜算，快叫精灵大人来帮忙。没错，这种时候只能靠精灵大人了。就算你们再怎么厉害，我们的头可不是一般的强，因为头他曾经是骑士团的成员。就在山贼洋洋得意的时候，一个人影刚好从远处走了过来，那是一个典型的精灵男性。比他本人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周围的光之臂，强大的魔力让巨人们踌躇不前。防腐剂的味道，可疑的士兵，原来如此，你们是来刺杀我的吗？我还以为骑士团的人会来呢。我那雇主8成是想卖骑士团个人情吧。就算我失手了，骑士大人也会来收拾残局。横竖你这家伙都死定了，真是蠢到让人无语。确实，骑士团里有许多和我同等甚至更强的猛者，我一个人根本无法对抗。但是我没必要听你说这些，就算你是领主派来的，你才是鲁莽的一方。盖卡克听到这话却无所谓的笑了，我有胜算，所以我来了。他将指尖指向精灵时，精灵周围的光之臂上出现了一个红点，下一秒，一道强大的魔力攻击击中了光之臂，真令人惊讶啊！没想到能将我逼到这种地步。开什么玩笑，刚才那一击抵得上10个普通魔术师的魔力总和了。然而屏障内的精灵竟毫发无损，被击中的部分虽然出现了裂痕，但最内层仍然完好。我给这道屏障注入了11个人类魔术师的魔力，看来刚好差了1个人的魔力呢。看到他安然无恙，山贼们欢呼了起来，毛茸茸的怪物们则有些畏惧。无论是多么底层的精灵，都拥有相当于2个人类魔法师的魔力，普通水平则相当于5人份。不过我远远地超过了他们。他一边解释一边优雅地吟唱咒文，随着他的吟唱，屏障的裂纹逐渐愈合。精英精灵的魔力超过了普通魔术师40人的水平，已经重新构建了屏障吗？果然是前骑士团的人，虽然比不上我，你也算是有点本事。刚才的攻击一发已经是极限了吧？那么你的底牌也就只有那群奇怪的魔物了。精灵再次吟唱咒文，魔法屏障外出现了许多光弹飞向盖卡克。那些奇怪的士兵用手中的盾牌保护了他，但木质盾牌的质量只是一击就碎裂了。你们没事吧？是的，老大，只是装备坏了。听到士兵们的声音，山贼和精灵都有些惊讶，他们没想到衣服里面的竟是女性。别吓唬人了，那是必要的开支，只要你们没事，就不算亏本。盖卡克再次指向精灵，精灵却轻蔑地笑道，这是在干什么？你已经无法再发射了。不，还可以。话音刚落，众人就看到从天空中飞来的光柱，山贼们见势不妙，已经开始落荒而逃。随后独自站在屏障中的精灵再次被攻击命中，和之前相同的威力摧毁了10层屏障。精灵虽然毫发无伤，但已经气急败坏地喊道，开什么玩笑，就算你再怎么擅长也不可能准备好这种魔力，你到底做了什么？那就看看吧，我到底能发射多少次。随后第3发、第4发，如此威力的攻击连续击中了4次。老大，屏障还在，明明打中了4发还没倒下吗？不，只剩下1层防护罩了。他为了抵挡我这边4次的攻击，终于魔力耗尽，动弹不得了。你可真厉害啊！超越40个人的魔力可不是开玩笑的。实际上我这边也只能发4发，所以我也是紧张的很。为什么你能连续发出这么多攻击？到底是什么戏法？老实说，我没有理由告诉你。盖卡克恶作剧般的指向天空，精灵顺着他的手指抬头看向上方，树木枝叶形成的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如果那个洞是攻击的轨迹的话，不会吧？没错，就是那个不会吧？听着，精英精灵，稀有这种东西除了珍贵以外没有其他价值，快点变成金子去死吧！几天后，王都的骑士们正围着阿维奥尔的尸体议论纷纷，像他这样的高手居然没有牺牲就被打败了，真让人难以置信。在这里争论也没有意义吧？虽然我们没有对叛逃的他进行悬赏，但既然有人解决了我们的失误，我们理应送上谢礼。说话的人则是人类最高级的精英，骑士团长蒂斯特利亚，据说是波里克伯爵亲自率领军队打败了他，如此强大的实力，或许值得确认一下。
从骑士团叛逃的精英精灵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败在一个人类魔术师的魔力之下。然而背后的真相竟是海量的精灵美少女在暗中相助。战斗结束后，盖卡克就带着阿维奥尔的尸体回到了自己的营地，迎接他的仍然是毛茸茸的女兵们。营地里大约有10人担任着护卫工作，以防敌人的袭击。从马车上下来的女兵们个个都汗流浃背，迫不及待地脱掉了厚重的衣服，每次都觉得这东西好热啊！老大，能不能想想办法？正在全力改进中了。盖卡克的回答让他们放弃了立刻解决的希望，决定先补充些水分和盐分。这时3个哥布林小鬼从营地里跑了出来，他们兴奋地寻求着主人的表扬。盖卡克也积极地回应道：这次辛苦你们照看营地了，你们真棒，饭也做好了，还照顾了精灵们，如果没有你们，这次的成功就不可能实现。哥布林们则担忧地说：我们虽然辛苦，但精灵小姐们更辛苦啊！大家都倒下了，快去帐篷里多关心一下吧。盖卡克进入一个大型帐篷里，那里躺着许多精灵，有些已经睡着了，有些则精疲力竭地喊着好累，大家辛苦了，多亏了你们，我总算打败了他。那个精灵不愧是骑士团的成员，简直是个怪物，毕竟他承受了你们所有人的攻击。所有人的攻击吗？还以为至少能在最后一击打倒他呢。果然我们这些最底层的人没办法派上用场，怎么垂头丧气的？最后还不是靠你们解决的。这次的功臣毫无疑问就是你们啊！精灵们听到盖卡克安慰的话语也恢复了信心，庆幸自己能帮得上忙。我们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记得喝恢复药水，好好休息。说完这句话，他就离开了帐篷。然后他走向营地的中心，那里有一座巨大的炮塔，复合魔力式炮塔。这件武器正是打倒精英精灵的真相。每次发动攻击时，炮塔会从魔法阵上的5名精灵身上汲取魔力，储存能量后锁定远处的引导标记，精准发射。这样的攻击重复了4次，也就是使用20名精灵合力发动的蛮力战法。在敌人眼中似乎只觉得对手做了什么小把戏，实际上是从非常远的地方进行炮击的。除此之外，还有20名哥布林负责后勤，20名鬼族负责现场和营地护卫。堂堂精英大人却败给了最底层杂鱼的人海战术。临死前本该把这个也告诉你的。总共67人，即使是天才也不可能赢得了这样的数字。半个月后，波里克伯爵便将讨伐阿维奥尔的报酬付给了盖卡克，那是堆了好几袋子的金币。盖卡克故意装出一副深受感动的样子：伯爵大人，这么多真的可以吗？当然，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不过你真的很喜欢钱啊！我是个俗人，一看到钱就忍不住流口水。这么喜欢的话，说不定也在做药品贩卖的勾当吧？最近流传的可疑药物难道是你？您在开什么玩笑？我现在的工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盖卡克为了避免多余的麻烦，急忙离开了这里。目送他离去的伯爵则放声大笑，明明这么喜欢钱，却连账都算不清。把尸体交给王室，我拿到的可是10倍的报酬啊！而我只是做了风险很小的中介，这就是世俗的规则，好处只有贵族才能领到。站在外面等待的索西埃表情显得十分复杂。先生，要不要换个交易对象？我不想做那种虚荣的胖子的部下，明明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所有的功劳都归那个胖子了，就连报酬也肯定被抽走了一大部分。你不懂，我们连自己的身份都说不清楚，就直接把精灵的尸体交给骑士团会怎么样？被怀疑的话，最糟可能会被杀掉吧。如果是通缉犯还说得过去，居然讨伐了叛逃的骑士，不是贵族的话根本说不通。我也知道中间被克扣了不少，不过比起其他地方能拿到的金额，已经足够盈利了。这都是因为我们处于类似贵族私兵的立场，要是能找到一份正经工作。索西埃想到这，刚好看到路过的研究者。对了，我们去研究所工作吧，还能做先生喜欢的事情，一定会有很好的待遇。如果展示了先生的知识和发明，大家都会说太厉害了，居然能做到这种事，我想当您的助手。然后先生再回一句，我已经有了很棒的助手，所以不需要了。索西埃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扭动了起来，盖卡克则出口打断了他，我可没有去工作的打算。索西埃不理解地摇晃着他，为什么？原因有很多，主要我干的全都是违法的事，比如这次使用的复合魔力炮塔，那是非法武器，如果只考虑效率，把活人和精灵绑起来变成弹药，用完就直接扔掉会比较好。你们在魔力耗尽后喝的恢复药水也是高级品，因此使用俘虏或敌国人民的方式更经济。正因为这样，我所使用的技术被视为非法而被封禁。如果我加入公职机构，就无法制造或使用这些东西了。所以现在这样正合适。两人这样闲聊着，很快就抵达了今天的目的地，也是索西埃不太喜欢的地方——奴隶市场。拍卖会上热闹非凡，此起彼伏的叫价声围绕的都是些高档货，而卖那些不入流奴隶的地方则安静得多。索西埃就是从那里被买走的。两人来到了一家他常去的店铺，店主表示最近只有他一个人会常来光顾，店里冷清的快吃不上饭了。盖卡克便询问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推荐，店主带他来到了装着暗黑精灵的笼子前。暗黑精灵与普通精灵不同，并没有强大的魔力，但眼睛和耳朵都很灵敏，对不规则的生活有很强的适应性，是擅长狩猎的种族。盖卡克觉得有能用到的地方，便买下了它们。然后店主犹豫着提到了另一个笼子，虽然不推荐，但被剩下的兽人孩子们，因为他们总是表现得很叛逆。兽人的魔力匮乏，但擅长速度，持久力不强，作为单纯的劳动力，鬼族更胜一筹。不过根据工作内容还是能派上用场，前提是要听话。这些兽人好像是在部落争斗中失败方的幸存者，被获胜方卖给了人类，因为他们不听指示才会流落到这里。盖卡克看着兽人孩子们倔强的眼神，同意道：可以哦，我正好需要有干劲的家伙。
从现在开始，我将成为你们的主人。魔导士盖卡克西库梅，请多关照。盖卡克带着刚买回来的孩子们来到了一个偏僻的森林深处，这让他们误以为又将面临恶劣的环境，但也没有选择的权利。直到看到眼前这个小有规模的基地，看起来安静又舒适的工作环境。你们是新来的吧？我们等你们很久了，今后请多关照。大家都穿着得体的衣服，健康又充满活力，这让新来的孩子们也忍不住有些期待。阁下，这里应该是农场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族？像我们兽人和鬼族、哥布林这些擅长体力劳动的种族也就罢了，但连精灵和暗黑精灵也在这里，实在不合常理。看来还有个懂点常识的家伙吗？不过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可是个魔导士，我的工作其实是领主直属的秘密部队，也就是私兵。平时鬼族负责体力活，战时就会充当重装步兵，精灵们日常调配药剂，战时则转为炮兵。哥布林不管平时还是战时都是后勤。兽人孩子听到后露出憧憬的眼神。那么这些人是作为秘密部队工作的精英吗？只是底层而已哦，和你们一样是卖不出去的杂鱼奴隶。那如果我们跟着您，也能成为秘密部队的一员吗？底层的人就算努力了，也只能充当炮灰。但在这里不一样，我会让你们见识一下能成为士兵的秘密。盖卡克将他们带到了培养骨肉强化铠的地方，这就是我制作的魔导兵器，还有其他针对不同种族特质的型号。普通鬼族的力量是人类的5倍，精英甚至能超过40倍，但这里的家伙都是底层杂鱼，只有区2倍。只要装备魔导器并接受训练，获得力量的他们也能取得许多功绩，不是作为弃子去送死，而是击溃敌人后一次次凯旋。正因如此，他们是有尊严的。盖卡克的话让一直失败受欺负的兽人孩子们燃起了希望，想重拾作为战士的骄傲。盖卡克便明白自己买到了能派得上用场的好东西。另一边，波里克伯爵将下达新的任务，10名鬼族出现在村庄并占据了那里。